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大家好，这里是星象探世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2026年星座运势。我们先来总览2026年星象会如何影响整体，再为12星座逐一拆解，看看你们各自有哪些机会值得把握，又需要注意哪些挑战。大家已经准备好接收你的年度运势指南了吗？记得先收藏这支视频，我们一起往下看。2026年初，海王星会进入白羊座，到了2月，土星又会进入白羊座。那么在2025年呢，土星、海王星都在双鱼座逆行。到了2026年，这2颗行星会跟着双鱼座周期彻底结束，我们会告别旧篇章，开启新的一页。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感觉。2026年土星、海王星的换座，就说明每个人都要向前看，带着一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谨慎又充满希望的姿态去前进。土星、海王星一起进白羊座，就说明未来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也不是那么坏。今年上半年土海也会合相在白羊座，就有一种且行且珍惜的感觉。也许有艰难，但是也会在顺其自然中到达那个彼岸。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不是强求来的，反而是顺应趋势更容易达成，不会弄得自身很焦虑、很迷茫、很焦躁。土星和海王星都会降低白羊座冲动和燥热的属性，也就是会慢下来、缓下来。我们呢也需要去相信直觉和命运的造化，会有柳暗花明或者意想不到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一段缓冲期。土星和海王星也会在今年2月产生合相。这2颗行星呢有截然相反的能量，土星是带来规则的，但是海王星就像是橡皮擦，会抹去规则，让边界变得模糊，规则不明。所以这个合相呢就会带来一种内耗。当然也有一个影响，就是规则和界限不明确的时候，会诞生一些灰色或者是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领域。因为土星白羊不像是2020年土星摩羯座的时期，是土星能量顶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像权力、规章制度都非常的边界清晰。但是2026年的土星白羊座是一个落线的位置，可以理解为它力量不佳，或者说用力过猛，就变成了一种针对个人而来的挫伤力，以及一种急刹车。所以大家无论想要做什么，最好是了解规则，这是规避土星打击的重要方式。那么土星合相海王星总体也是会带来一种迷茫之中淤塞的感觉，而且绝对无法用白羊座那种抗争精神、进取精神就能够解决的。相反，越是冲动，越是想要速度带来成果，就越是卡顿，看不到希望。所以这是一种修炼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白羊座呢，象征着一种个人主义，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就会感觉到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尤其是在时代大环境的背景下，也有一些人群，如果2026年想要启动什么新项目，无论是副业、创业，或者开启新的生活、移民、搬迁等等，都会觉得很不容易。启动的初期就会遇到很多限制，会有一种万事开头难的感觉。不过呢，土星和海王星也会加入冥王星的相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这就象征着一种保守主义，所以2026年上半年绝对不会很冒进，反而是稳稳当当的推进。这个时期遵循传统的经验会比较好，而不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这样的出错率会比较低。我们可以试着在旧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做一些改良。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换工作的话，或者是创业，其实上半年就非常适合保守一些，做熟悉范围内的事情，特别是你个人经验曾经了解过的领域，而不是太超前、太创新的领域。土冥相位就很适合把规则、法律还有一些经验整合到一起，做符合规范的事情，成功率就会很高，而不是把个人的想法放在第一位。因为白羊座就是有一种我想要做的冲动，那么土星白羊呢，就会带来一种想要做的，但会受到各种约束、条条框框，或者是平台规则以及法律，或者是大环境某些限制导致做不成，所以需要适当削减一些个人的欲望，
而多去考虑符合环境规范的事情，这样就更容易成功。上半年土海冥的相位也告诉我们要细水长流，因为土星海王星的左右下，想做的事情不一定马上会成功，需要我们耐着性子去琢磨去发展，而且坚持下去，也去做一些符合集体利益、社会需求以及科技所向的事情，慢慢呢就会打破僵局或者某些瓶颈，让我们看到成果。那么2026年6月开始，整体星象氛围就会有很明显的转变，木星就要进入狮子座了，拉开非常华丽的篇章，刚好也对应了2026年丙午年火气冲天的真相。木星狮子会极大扭转上半年那种保守和循规蹈矩慢慢发展的势头，带来更强的创造力和突破性，当然也会带来一种投机主义。木星狮子呢，会让文化娱乐产业繁荣，像是影视、艺术、体育、时尚、儿童产业等领域都会迎来蓬勃的发展，大众也会更加乐于娱乐和自我展示，所以像是快消品、时尚用品、餐饮服务、娱乐场所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消费信心提升。那么像奢侈品、高端消费市场也可能会比以往更活跃。对于一些非实用但是讲究排场、人情世故或者是娱乐享受类，还有像满足身份地位、精包装的叙事更能打动人的消费也会有发展潜力。所以像营销、叙事、人设都是在未来一年很重要的。尤其在2026年年中，也就是7月左右，我们会看到木星依次和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成相，所以呢，像互联网、人工智能，还有一些短平快的信息传播，比如像是短视频、社交媒体，都会迎来利好。科技和个人的表现力的加持，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颠覆性的创新，有利于新颖内容、潮流趋势的产生。接下去，充满激情的作品，像是电影，有可能会引发共鸣，激发集体情感，也非常有利于打造个人品牌、娱乐创作还有科技创新的板块。下半年多表达多创造就会迎来很多惊喜，也是一个快速成长期，机遇呢就会和科技、媒介、艺术等之类的绑定。木星狮子的投机力量也会带来股市、加密货币等板块的繁荣，创造新高等等，所以呢有可能会迎来一波牛市。但是我们也需要警惕年中的木冥对冲，有可能会带来震荡、泡沫化、剧烈波动以及博弈加剧。2026年年中呢，会迎来天海冥小三角格局。详细内容可以看我这一期视频，我介绍了未来9年左右大环境正在慢慢酝酿的时代红利。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个星象提示我们需要避免墨守成规，非常适合升级换代，搭上科技 AI 的顺风车，经营社群关系，运用想象力、创造力、直觉和灵感进行跨界整合。接下去呢，非常有利于精准的高净值服务，以及深度耕耘但也需要保持着灵活性的行业。格局非常棒，因为它是一种不断成熟、迭代、加速发展的时代红利，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适合去抓住它。那么8月开始呢，北焦点更是会来到水瓶座，这就象征着集体的精神定位和人类发展方向的改变。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科技浪潮的再升级，尤其是2026年的日月食将会由处女座、双鱼座轴线转向狮子和水瓶座的轴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去思考自我和集体社会的关系，以及科技对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进行自我表达，像是 AI 艺术、在线教育、跨界创作、思想播客、虚拟社区的经营等等，这些都是水平式的能量表达。接下去我们会看到科技之类的带来群体演化的行为，并不是个人意志，而是一种集体的演化，改变了集体的命运。那么今年年中开始，土星、海王星、冥王星也会纷纷逆行，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迷茫，但我们也会穿越迷雾，因为现实会替我们筛选出不合适的选项。接下去找准在集体、团队和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未来发展的长期方向。很多人也会经历一些断舍离以及自我的蜕变，
是我们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经之路。到了12月，土星、海王星都会开始顺行，我们会感觉到边界更加清晰，现实落地，也不再幻想。而且今年有意思的是，木星逆行的时间和其他的行星逆行完全错开，就好像贵人运、好运气一直都在那里，来帮助我们衔接和发展。所以遇到好机会的时候，在2026年千万不要犹豫，别迟疑，不要因为想太多而错过机会，反而是在时机更加稳定、胸有成竹的时候，才是检验和校准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鼓作气，先抓住机遇启动某个项目，然后在过程和已经成熟的系统框架中去试错调整。以上就是2026年整体星象带给我们的影响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12星座在2026年的运势应该如何趋吉避凶。我会从事业、财运、感情运3方面去讨论，大家要记得同时参考自己的太阳和上升星座。首先白羊座的事业呢，因为明年土星和海王星会彻底进你的命宫，你会有人生重启的感觉，外界对你的看法还有你自己的定位都会经历一场深刻的重塑，你会更加认真稳重，开始规划要成为怎样的人，但是不要太压抑自我，你可以慢慢来，而不是拼命的证明自己。明年可能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调整速度，因为太快太想要做的事情反而会感觉到限制，像是环境不允许，没有太快让你看到结果。这个过程中呢，会让你有一些迷茫或者急躁，会带来一些挫败感。所以明年修身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会感觉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够用，想要分配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很多白羊也会比以往更加接地气，更现实。你会想要把理想落地，但呢，也需要循序渐进，因为明年不是你事业的高峰期，反而适合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享受当下。而且你会在熟悉的环境圈子里更加有力，不是一个适合你勇敢开创的年份。因为2026年总体来说会有一点点低气压，因为你会感觉有方向上的迷茫，所以需要慢慢摸索内心的答案。就是你以前所坚持的事情，明年开始呢，可能会让你有些动摇，这些事情到底对不对？在这个过程中不太适合着急做出选择，因为明年的选择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而且你会感觉思维方式也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你会开始有一些新的观点，也会想要更自由的表达，对很多事情你也会更容易接受，不会去死守某些规则。但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局面，就是理性层面你会想试试新的可能性，但是呢，现实把你捆绑住了。那么从下半年开始，木星会换座到狮子座，所以你会更加活出热情，有一种创意绽放的感觉，也会感觉生活变得更加快乐，容易去享受生活，更加有活力和激情。所以在这个能量的影响下，你会很有创造力，有可能会有很多产出，比如像是自媒体或者是一些表达类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是从事像是这种表达型的，还有艺术教育相关的工作，都可能会迎来丰收年。上班族会感觉到一些压力，这个压力有可能是周围人带来的，所以你需要避免和他人比较，比如说看到他人已经有一些成果了，但是自己还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焦虑感。2026年适合你默默地耕耘自己的板块，而不是去关注别人的。那么有一些人也会去加强团队合作，你所处的圈子会给你带来新的指引和方向，所以可以看看周围人的声音，他们在做些什么，这些都会给你带来灵感。那有些人在工作上会遇到非常重要而且长期的客户和团队关系，而且呢有机会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创业者就需要关注社群关系，还有你的用户、客户之类的，加强连结，这就是你未来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和发展方向。但是在过程中需要耐心。在感情上面呢，很多白羊在朋友还有人脉圈里会出现很强大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去推动你实现理想。虽然2026年是你比较低调的一年，而且你会很想要低调，不是很想要出头，但是呢，和这些社群朋友的连接反而会很深刻，或者说你靠像灵性疗愈创意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很多人会有思想上的觉醒，人脉圈子也会有升级，所以很适合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么在感情上，很多白羊在明年会有一种宁缺毋滥的态度，
你并不会很想要敞开心扉，甚至可能有一点点封闭自己。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更有自己的原则性，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现实因素导致个人生活压力增大，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感觉自己没有做好迎接一段新关系的准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深化去优化自己的社交圈，选择性社交，而不是浪费精力在不值得的人事物上面。所以明年给你的建议是，不要过于封闭自己。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有一些过去未完成的课题，比如像是情感创伤需要疗愈。这个过程会有些迷茫，让你有些自我怀疑，或者有一些迷失的感受。但是慢慢的你会找到自己新的边界。人际关系的边界感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2026年。对于有些白羊来说，可能也会有些孤独感，比如说刚刚经历了分手、离婚，或者某一些时刻你会感觉是自己一个人在面对的，周围人并不是很理解你。所以呢，非常适合你去寻找能够长期支持你的社群还有朋友组织，比如说某一些群之类的。那明年在学习、社交还有创意领域，其实你的灵感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也很适合透过非常规的媒介渠道认识新朋友，或者加入社群，比如像是自媒体和一些社区之类的，就会给你带来新的人脉，而且也可能会让你更加了解未来的一些趋势。2026年你会散发一种很独特的气场，激发出你更灵性的一面。感情上呢，可能会经历一个犹豫的过程，或者会试探彼此的边界。那你也会慢慢知道怎样的关系值得付出，什么样的关系又会带来消耗。对于不合适的人事物，你会非常知道清晰的拒绝很重要。那2026年你也会明显受到家人的帮助，感受到家庭温暖，所以基本上你的个人生活重心会放在个人的小圈子里面。那么下半年桃花运就会启动，而且呢，有可能会有一种突然的很激情的这种桃花，很主动的对象。那有些人群也会开始考虑一些现实议题，比如说要不要生小孩。部分人呢是有怀孕和生子的机会的。单身的白羊来说，下半年其实你桃花运会慢慢上涨，会有很不错的机会脱单，或者说认识潜在的恋爱对象。那么在这个相处过程中，也会让你感觉到很快乐，甚至遇到比较真诚的桃花。但是呢，这个机遇来得很突然，可能并不是你个人做好谈恋爱准备的时候出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很多犹豫、心理拉扯，也会比以往更加谨慎地进入一段关系。然后在财运的板块呢，2026年你的财运基本上就是来自于创造力变现，因为你个人的表达才华和创意内容会变得很重要。很多人会想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或者是做新媒体之类的，表达一些新的观点。那么这些灵机一动就会成为你钱财的入口。2026年的日月食会把你推到一个新的团队或者新的资源场，旧的人脉呢可能会淡出。明年的财运机会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他人，而非是个体的努力，所以并不是你努力了多少就有回报，反而是你所处的圈子、客户群等等是你稳定的基石。很多人也会感觉到家庭的助力和支持，比如说当你觉得有瓶颈困难的时候，家人就会给你额外的资源，至少会提供你关心和情绪价值。那财富上呢，你会感觉到欲速则不达，所以适合慢慢的沉淀磨练自己，不要太快的冒进，反而会带来风险。部分人呢会有很好的不动产运，所以适合买房或者卖房套现，都会带来很可观的收益。你的工作方式有可能会被强迫升级，不健康的工作方式会暴露，比如说你想要辞掉一个拖累你的工作，所以2026你需要精简你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加码。也需要注意社群朋友圈子里可能会有嫉妒、竞争或者背后的一些能量，但是越是阻挡，你越能够因此而产生创造力，甚至创造财富。有一些白羊呢可能会想要隐退换环境，或者说停下来想一想，那这也会影响到你的财运，反而是停下来以后钱会更容易进来。金牛座的人群在2026年你的生活其实比较平静，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顺或者让你感觉很难，但是呢反而会让你觉得有点温水煮青蛙，或者比较平庸。很多金牛会发现潜意识层面还是有一些需要面对的课题，比如说独处的时候，你会思考过去的一些人生经历和不足之处，包括像命运洗牌带来的留下的人事物。你会感觉有一些人退场，有一些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目前呢，你也面临的是人生中一个结束和进化的时间。很多人事业上其实是面临一些长期的变革的，你的社会角色可能会有重大的转向，也需要你重新思考你的事业方向。因为2026年是事业很关键的时期，你会感觉需要顺应时代才能跟上接下去的新趋势。在这个过程里呢，会给你带来一些危机感，或者至少有些不容易。那有一些人需要彻底结束过去某个项目，比如说关闭某个不盈利的生意，淘汰一些旧的产品。那上班族呢，也会有换工作甚至换行业，进入新的跑道长期发展的可能。有一些人会有一些裁员的危机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更加稳固自己将来长期发展的方向。能够在竞争和洗牌中脱颖而出的金牛，接下去也会位居更重要的位置，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当上领导等等。那在你探索事业的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灵感有一些停滞，暂时找不到出路，所以只能靠老本支撑。尤其是上半年那种缓冲还有循序渐进，是很容易带来延迟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者说是命运在保护你，来帮你避免一些风险和不必要的坑。而且你的事业会走向一个比较长期的新轨道，这当中呢有命运的安排，可以去顺其自然，因为你会感觉到2026年就是这么一个旧去新来的过程，不合适的老旧的部分可以试着慢慢的去过渡。那2026年也需要注意的是身心健康，你要给自己留一个安静的空间，因为某些压力它累积起来有可能会导致睡眠问题，慢慢侵蚀你的健康系统。明年呢，你也会有一些来自潜意识的灵感，创造力和直觉都会增强，而且日月食就会让你有一种被看见的感觉。有一些人就会因此晋升跳槽或者创业，有一些迸发的新事业的灵感，或者上司呢可能会赏识你，来提拔你事业地位的提升，但同时也会要求你承担某些权利和影响力。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摆脱一个压迫你的领导，而且日月食呢也会激发你的潜意识，只要相信长期发展，坚持深耕，就会有结果。那在感情的部分，明年你的感情运整体是不错的，适合向他人多传递你的关心，还有表达你的感受。因为2026年你会很愿意去表达，这就让你更容易和他人连接。有一些人会和过去的缘分旧时重新联系上，那过去的人有可能会来联系你，或者双方有机会把以前没有说出口的话重新表达。有一些金牛呢可能会有相亲或者周围人推荐的机会。而且今年的感情因为日月食的影响，你也会有一些自我的选择题，比如说决定要不要继续一段暧昧关系，还是说停留在朋友上。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一个有新火花的暧昧对象，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网络之类的方式认识缘分。那到了下半年，因为木星进入狮子座，你和家人的关系会变得更加好，而且渴望那种有安全感的连接。下半年呢，非常适合打造舒适的居家空间，比如说装修，或者给家里添一些物品来提升居家的生活质量。有些人也可能会开始在家中办公。明年呢，你会开始认真思考家庭的议题，自己想要过怎样的家庭生活，以及谁能够和自己安顿下来。所以大概率你也会卸下一些戒心，给别人进入你生活的机会。有伴侣的金牛，那明年是有机会和伴侣开启同居生活的，或者一起买房，所以这是你有机会走入长期关系的年份。你也需要在家庭和事业当中重新排序，平衡好两者的发展，比如说事业目标还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所以2026年对于很多金牛来说，就是一个成家立业关键的年份。你既要思考工作上的前景，居安思危，也要关注个人情感生活的幸福度，来留出充足的空间。那么2026年秋天的金星逆行对你来说影响是很重大的，因为是你重新谈条件的时期。如果说不满足双方的期待，那么就需要磨合。单身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过去的情人再次出现，或者是以前的暧昧等等，那就需要你去衡量是不是再要继续。而且你和伴侣关系需要补课，像是沟通方式、相处节奏，还有一些钱的分担之类的都需要调整。你会发现关系不是越稳越好，而是舒服才重要。那么在财运领域呢，你会用灵性去创造实际价值，
金钱观和过去相比变化挺大的。随着你事业的深入发展，部分人呢就可能会有新的收入方式出现，像是线上的副业，或者是和灵性相关和一些创造科技相关的产业。而且你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入，比如像是尝试以前没有想过的赚钱方式。有些金牛呢可能会开始接触新的投资方式，这都是很好的尝试。所以你金钱灵感很突出，也适合做一些新的计划。有关财务上面你会有全新的觉醒，那这对你事业格局发展也是有帮助的。上半年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推广自我营销的阶段，像做账号、自媒体、播客或者是写书、出课程之类的都会很高产，所以适合你多多表达和他人链接，你会很容易打开市场，做出一些受关注的内容。那么下半年开始你的不动产运势会很好，所以就适合买房，或者有机会会买到有升值潜力的物业，也有机会搬家或者装修。那么在财务上呢，你会很容易得到家庭的助力。所以2026年你会感觉赚钱的方式不能再墨守成规了，而是要更新。而且接下去呢，适合轻资产灵活，要转变一下你过去赚钱的思路。2026年特别适合你把赚钱的思路聚焦在房产、租赁、家装、家族事业或者是一些居家副业、在线业务等领域，都会给你带来好运气。而且你会感觉到暗中有人在帮你。双子座的人群，明年呢，你会感觉到人生的根基会有慢慢松动的感觉，很多新的人事物会开始进入你的生活，给你焕然一新和换血的感受。命运呢，会把你推向一个全新的篇章，给你生活注入新的可能性。那有些人呢，会想要突破旧的身份和标签，彻底换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新的形象，还有你新的人生目标。你会对很多事情有彻底不同的看法，过去的某些坚持可能会放下，那你也会经历思想的变革，而这种新的观点和想法又会进一步推动塑造你新的人生。所以你从整个思想到人生方向上都会有重新洗牌的感受，你会很想要把理想落地，人生信仰呢也会有重塑的感觉。明年你会有很多真知灼见和深刻的观察，可以说你个人的三观正在重塑。对于很多求学的双子来说是很有利的年份，因为在考试、深造学历或者说深化你的知识体系上面都是很有优势的。有些人会深入研究学习某些领域的知识，或者开始跨文化和海外的项目。接下去呢，你会有机会在某个领域深度挖掘，而且长期坚持下去，有机会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不再是停留在表面的知识似懂非懂，而是有真的机会去深造，或者拿一些很权威的资格证书，深入研究某些课题等等。那么这以后就会成为你的强项和敲门砖。所以你可以试着精进自己的知识体系。还有一些双子呢，会有外派的机会，而且接下去有机会长期驻扎海外，或者向国外发展，像是留学交换生之类的。你会思考接下去适合你长期发展的地方，有机会在新的国度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有些人呢，可能会突然升职，或者说离开一个旧的体系，但是结果对你来说是好的，虽然说过程会有一些压力。那2026年在工作上，你的思想理念可以影响很多人，你会像一个思想的传播者。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被迫成长，或者说被推向一种更大格局的思维。下半年木星进入狮子座，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非常好的机会，或者会有很深刻的旅行经历，你会体会到很快乐的旅行过程，适合去打卡一些新的景点来提升，而且在工作上也很适合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和知识水平。你会发现人脉网络快速增长，非常有利于像创作、自媒体、写作、公开演讲等等。你会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而且思如泉涌。在2026年，你的口才和思维就是这样，会变得非常灵动，是你知识和表达欲爆发的时期。那有一些人群呢，会看到自己的观点或者作品传播得很快，很容易爆火，但是呢，也可能会难以持续产出，因为你的知识储备和创意可能会跟不上产出的步伐。所以欲速则不达也是明年的讯息，你需要先深入挖掘，建立体系和专家的形象，而不是急切地分享你所看到的知识点，反而会产生一些误解。也就是说，你需要在表达和构思之间建立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用精神透支来换效率。所以你特别需要在2026年珍惜自己的脑力，
也需要注意一些人际关系，因为会出现一些让你比较困惑的人事，所以在社交上面需要设立一些边界，避免卷入一些复杂的关系。那么在团队合作上呢，也可能会有一些难以融入的感觉，或者你会面对一些人际关系上，还有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幻灭感，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些人性或者虚假的承诺，以及他人给到你的一些夸大的愿景，最后没有办法兑现的那种合作。那过去一些你比较依赖的圈子呢，有可能会洗牌瓦解，或者一些朋友关系的本质会慢慢暴露出来。那2026年总体来说，你的人际上就会从随便应付变成有选择的投入。在感情领域呢，你会感觉自己的人脉和圈子在洗牌，你会非常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不再浪费时间在浅层的关系里，也会更加严肃地面对朋友关系。那有一些双子呢，会遇到一些暧昧不清或者边界模糊的关系，给你带来希望，但是又不太有可能发展，所以会让你感觉到消耗。但是呢，这也会让你重新明白社交的原则和界限。有些双子有机会认识思想深刻或者有国际化背景以及精神层次较高的伙伴。那因为明年你在社交上是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所以呢，你会更想要认识一些心智层面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而且慢社交、深度连结就是你2026年的写照，你会很容易受到他人观点的启发，有一些更深层的洞见。那在社群里面呢，你可能会展现出你的灵性和创造力，用这个方式来吸引志同道合的人。有些双子在明年会解决某个房屋的问题，或者说你会想要换地方、搬家，考虑置业、买房、安定下来等等。那下半年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关系里面思想共鸣的重要性，你也会积极保持学习成长。因此有伴的双子会借由精神共鸣来促进彼此的感情，所以多多分享你的观点，会极大程度促进彼此的火花。但是呢，在深层的理解上面，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抉择和妥协，因为你会有某种强烈的主张和规划，在是否能够推进两人共同计划的层面，还是需要去磨合和理解，这就取决于你如何和伴侣沟通了。部分双子呢，可能会有异地恋的情况，所以你需要认真的思考未来定居在哪里。有些人可能会有出差、跑动或者来回考察的情况，最后呢，会选择一个适合长久的定居地。那在财运的板块，2026年你的财富也主要就是靠表达、写作或者传递信息来达成的。你能够很顺利的去适应接下去发展的方向和时代趋势，稳准狠的扎根适合你长期发展的领域。在这个过程里，只要你愿意持续的坚持学习创作，就容易有成果。但是呢，明年你会感觉到社群流量、粉丝还有人脉方面的卡顿，客户呢并不容易买单，或者容易遇到一些流量限制，就光靠人气来生财。2026年会有开拓缓慢的感受，你需要小心知识焦虑，避免盲目学习，或者被某些社交媒体的观点 PUA， 深信不疑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愿意学习，也会倒逼你产生很多有价值的内容，你的见解就有机会去变现。而且接下去像 AI 或者是短内容的时代呢，都是属于你的时代，风口就在你的表达和思想上面。2026年你会感觉到信息量爆炸，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学习很多东西，那也可能伴随着新客户增加，或者像教学、写作、传播工作上工作量也会暴涨。财运呢就来自这些关于沟通的领域。有一些人可能会有长期海外的缘分，像是企业出海或者去投资海外的市场，那运用你的创造力和洞察力去挖掘一条属于你独特的路线，其中就会有很好适合长期布局的市场。如果光靠人气和流量来生财，2026年就会有受限或者开拓缓慢的感受，也需要维护好你的团队关系。那也许粉丝增长是很缓慢的，客户并不容易沟通，团队也会有一些摩擦，这呢正是你明年需要去多加努力磨合的地方，因为你的思想更新的太快了，他人不一定能够马上理解和跟上你的步伐。接下去是巨蟹座，2026年是你事业地位很关键的年份，因为土星和海王星都会进入你的10宫，所以很多人会感觉有一些卡住了，很多巨蟹也会感觉事业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因此可能会想要探索新领域、换跑道，但是却不容易实现，而且工作上会有点压力和考验。
也有人在原本的职位上被赋予了更高的权限和要求，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你职业的升级，但是内心深处你最清楚，这是一条漫长而且很艰难的上坡路。如果创业的话，你会感觉起步不是很容易，速度很慢，因为这些慢或者停顿会带来一些迷茫和犹豫，以及要不要坚持下去之类的，所以你可能会质疑方向对不对。如果2026年准备创业的巨蟹，开头呢不会太容易，有一种万事起步难的感受，也要注意一些法律和规则的限制，所以谨慎一些是必须的，否则有可能会面临一些是非或者多走弯路。所以2026年很适合你多多学习，把失败和一些考验当作素材，不要去追求速度的结果，放长线反而可能会有好的发展。那上班族巨蟹需要居安思危，你可能会看到行业的洗牌、不景气等等，而且也有公司层面的混乱、内部整改之类的，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地位，也需要梳理好工作上的流程，优化管理方法，不然可能就会有一些混乱的事情影响到工作进展。你很想要被认真对待，也想以实力来说话。事业上明年要注意小人，或者说一些突发的情况来影响到你的信誉、声誉，需要把个人口碑或者企业形象放在第一位，而非利益。明年你在事业上的企图心会被激发出来，特别感觉不满足，想要多投入一些努力。而且在潜意识层面，你也会有系统更新的感受，会给你带来一些灵性觉醒，还有梦境和启示等等。很多巨蟹呢会感觉到心灵的重生，而且有一些隐秘的力量在帮助你，让你更加胸有成竹。由于海王星的影响，你的事业接下去会很有使命感，虽然现实可能有一些停滞，但你会保持着梦想和愿景，所以非常有利于一些心灵产业，或者是服务导向，以及一些不计回报或者很理想主义的行业。对于一些很需要想象力和艺术美感的行业来说，你就会有长期的红利，而且你也会很愿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并非仅仅追求名利。很多巨蟹有可能会走向更高的舞台，那有些人也会考虑留学、移民，或者会有一些事件推动你跨出人生的一大步。你的审美、爱好还有兴趣也可能会有变化，你会很想要更真实的表达自己。明年你的创作灵感会变得更加深沉，有一些旧的作品想要重新做，或者旧计划想要重启。那在感情领域呢，2026年整体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你会感觉牵绊很深，能够感受到情感的滋养，尤其是一些深厚的感情可能会围绕着你，像是家人还有恋人等等，你会得到很多支持。而且明年你会有一些正反馈的感觉，比如说你自己的付出和善意也会得到他人的反馈。那感情上总结来说，就是需要先过好自己，爱自己，照顾好自己，你就会吸引到很强烈的缘分，也会增加你的吸引力。整体来说，2026年你会有熟悉的关系围绕着你，所以可以多多关注过去的一些贵人，还有像老朋友或者是多年的恋人之类的，感情呢都会变得很稳定，也会有所升温。2026年是你感情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年份，需要你去维护好身边重要的关系。你的表达方式也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会思考一些命运的安排，或者是未来人生计划等等，所以可能会有某些重要的决策，而这些决策也会影响到你关系的发展，比如说家庭事务接下去如何安排，要不要和伴侣一起移居某个新的地方等等。那明年在事业上你会有或多或少心累的感受，所以下半年开始，你对伴侣的要求也会变得更加务实，比如说能不能一起过日子，财务上是否能互相帮衬等等，也可能会给你带来更深度的资源整合的机遇。比如你会遇到更有钱、更有资源或者背景很特别的人，或者考虑和伴侣一起投资之类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感情的深度也会被放大，也更容易遇到强势或者有命运感的关系。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去思考利益和付出，但是也需要平衡，否则可能会有矛盾。2026年因为木星进入狮子座，所以你会明显感受到财富和资源的增长。那这种财务上的充实也会间接的影响你感情生活。与此同时，冥王星也会给你带来很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转换，像是双方的信任感，还有一些共享资源，以及亲密关系里面权力平衡。
这就说明你的感情生活在2026年会面临很重要的考验以及关键的选择。你会发现，随着财务状况的改善，你和伴侣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更深的投入和连接。但是与此同时，也会面临潜在信任问题，或者是双方的依赖模式，以及一些未解决的心理议题可能会被放大。对于基础稳固、能够共同面对挑战的关系，会因为共享资源、共同成长来建立信任，从而关系变得更加牢固。而本身就已经有裂痕、缺乏沟通或者价值观不合的关系呢，有可能会彻底断开，让你不得不评估谁是真正可以共度未来的人。所以2026年的感情不仅仅是甜蜜和浪漫，也会非常强调责任、承诺，还有双方的心理成熟度，需要你和伴侣一起面对一些现实和内心的挑战。可以说，财富的增加带来的是机会和安全感，但是冥王星深层的考验也会让感情关系进入一种去伪存真的筛选阶段。你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谁是能够真正陪伴你、共同承担未来的人。那么在财运上，明年在权力、资源还有金钱上，你会有很深刻的觉醒。比如说在钱上面，你会有很深层的不安全感，特别的居安思危，所以很多巨蟹会开始规划长期理财。比如说有些人会开始长期的投资计划，像是定投或者是买保险等等，也有可能去优化你的债务，尽量减少负债。那么这种财务上的隐忧，其实对你来说反而是成长的契机，它会推动你事业的发展。但是过程中呢，你也需要顺应趋势，顺其自然，因为你会感觉到很多东西不是完全能控制的，你会看到命运带来的很多新旧交替，但是你会关注自己能够掌控的资源部分，而且很多巨蟹也会认真面对别人带来的资源和财富，所以这是你财运的关键点，你会知道哪里在漏钱，哪里需要查缺补漏，就需要避免风险投资以及债务增加，因为这会增加你的焦虑和心理压力。有些巨蟹呢，有机会整合他人的资源，通过投资或者深入的合作来增长财富，这对你事业稳定性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会感觉2026年并不是一个适合大刀阔斧创业的时间，但是只要有资源和背景支撑，你就能够把能掌控的部分去深度优化，也能够维持你事业稳定的局面。有一些巨蟹可能在工作上是有风险的，比如被优化的风险，工作岗位从以前核心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你可以开始考虑能够带来长期被动收入的副业或者是投资，这样你就能从旧的依附当中解脱，对权力、金钱还有情感更有掌控感。那么到了下半年，你的财运和收入会全面提升，是财运超旺的时间。有些人呢就开始钱生钱了，或者开拓了新的收入来源。上班族也有机会加薪，而且副业有可能开始成型，开始盈利了，或者有意外的财务转机给你带来偏财。投资炒股票也可能有额外的收益。所以总的来说，2026年是会给你带来金钱上增长的，就是你会体感现金流变好了，也有一些赚钱的机会，或者是他人抛来的橄榄枝、合作邀约这种。不少巨蟹有机会涨薪、接大单，或者找到能够稳定赚钱的模式。你的财运上是有贵人光环的，尤其是像艺术、疗愈、服务行业，有机会拿到合约、项目和合作伙伴的支持。因为机会增长，也会让你变得更加乐观，更愿意大胆消费。所以2026年也适合你去做一些自我投资，无论是人际关系网、个人理想、工作技能，或者是长期的养老计划，或者是某些保险理财等等，很适合去建立储蓄投资计划，去改善未来的生活品质。你会看到慢慢的财富增长，自我价值感变得更强，物质丰盛。那么接下去是狮子座的人群。首先在工作上呢，2026年顺其自然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结果，因为很多事情你会感觉还没有到时机。不过明年呢，你会有一种柳暗花明，一切事情正在慢慢铺垫，会在接下去看到曙光的感觉。特别是事业上，非常需要你耐心布局，顺其自然，等待爆发的时候。因为下半年木星即将进入你的星座，这代表是新的12年周期的开启，是12年一遇的机会。所以很多人会感觉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篇章，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你本人会迎来新的阶段，你的人设也会重塑，风格、身份、目标都有可能会全面升级。而且明年也会推动你重新思考你的价值观、人生方向。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有一些犹豫和迷茫，也会反省。
比如对于过去某些深信不疑的想法、观点，甚至是人生计划，可能会在明年呢有一些动摇。明年需要你去结合你的直觉来判断，而不是完全遵循过去的经验。你需要在比较停滞和卡顿的现实中找到出口，用灵巧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有些人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反直觉的现实问题，所以需要你去比较灵活的应对。而且2026年对于某些人群来说，需要注意法律问题，或者说某些规则，像是平台规则，可能会让你的想法没有那么容易落地。尤其是明年，如果你想要从事的项目，特别需要了解这之中的规则和法律，来避免一些风险，或者启动起来让自己更加顺遂。有些狮子呢，在2026年整体想法上会比较谨慎，可能不会轻易的行动，或者呢，你会对新事物抱有迟疑和谨慎态度，你会反复斟酌，而不是那么快的行动和接受。你会对某个倡议或者想法犹豫很久，酝酿很久才出手。所以有这么样一种深思熟虑的能量。很多人呢会被推动像是出差或者去异地发展，但是海外的项目也需要谨慎，比如说谨慎选择你所落地的国家地区，来确保政策是开放的，或者符合你未来发展需求的，以避免后期后悔，或者感觉这个国家不合适你发展等等。有些狮子呢是有机会留学、出书，或者是参加一些教学课程之类的，也有机会探索自己的心灵，但这整个过程都是很漫长的，你会结合现实去反省、去思考。所以总的来说，2026年你是在精神和现实的桥梁上行走，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去学会放下控制，去信任生命的流动。而且很多人也会去接触一些哲学或者是跨文化的领域，你也会看到一些精神层面的力量。对于很多狮子来说，也适合去整合你的人脉资源，去跨界成长。那下半年对你来说，无疑是东风到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魅力和自信的飙升，很多机会呢开始主动来敲门，你会感觉到事情变得更加顺风顺水。只要敢迈出第一步，就是你塑造新形象、启动新项目的好时机，也是你的外在形象，所以很适合好好的去装扮自己，做一些新的造型，会让你变得更加受欢迎。而且木星进入你的命宫，本身就是一个很福气爆棚的位置，所以你会感觉到心情很愉悦，非常开心，而且活动很多，喜事很多之类的。那事业上呢，也会有一些高光的时刻，比如说帮你超额完成你预期的目标，达到更高的位置。2026年你会有很好的机会自我提升，所以适合去大胆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去学习接触新事物，广结善缘。明年你会重新起航，自我扩展，心想事成的概率也特别高，因为命运会给你按下加速键。那在感情领域呢，其实在2026年你是有一点点非黑即白的，要么长期维持一段重要关系，要么就彻底分开，让命运慢慢结束一切，然后开启让自己更加开心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回想过去的情感经历，思考他们对你的影响。明年的人际关系呢，就像这样一种大洗牌的感觉，你也会有一些原则，更加适合精准社交，定位属于你的圈子，而且深度维护你的圈子，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人身上。有些狮子可能会遇到激发你潜能的人，也可能会让你彻底觉醒，你想和谁一起走下去。你会意识到什么样的关系能给你带来成长，什么样的人适合一起长期同行。所以你对亲密关系，无论是感情还是你的亲密友谊，都会和过去10年有不一样的看法。你会带着这种新的想法，更加坚定地走下去。而且2026年你会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吸引力法则，就是你吸引的人也会和过去不同，或者你会有不同的标准去筛选你的伴侣和朋友。有些人可能会遇到强势、有魅力或者命中注定的人，给你带来很强烈的人生观的转变。那在2026年，其实你个人魅力是会被放大很多倍的，也会给你带来一些有宿命感觉的社交和情感机会。有些人会突然闯入你的生活，给你带来强烈的吸引力，而且也可能会彻底的点醒你，让你彻底觉醒。所以说，这会给你带来很强烈的宿命感。有些时候，你甚至会有一些权力感的体验，让你感觉在关系中身不由己。你的感情和人际关系可能会出现重大节点。对于一部分狮子来说，有机会确定恋情、脱单，或者启动新的合作关系。但有一些人也会决定和旧的对象分开，做一个对彼此都好的决定。
明年你的人际圈会改变你的命运，有些狮子会遇到新的社群、新的合作伙伴，而且重要关系会变得更加强烈和深刻。对于有伴的人士来说，明年关系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停留在表面互动上。你们需要谨慎的沟通磨合，因为接下去感情会进入真正的深水区。很多狮子会更加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且接下去你找对象也会非常关注长期的可能性。在财运的板块，其实2026年上半年你会明显感觉到一件事，还不是冲的时候，而是修炼的时候。这个阶段非常适合做足准备，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建设。很多事情你也不想说，不想张扬，反而更愿意低调的推进，闷声发力。你会越来越明白，很多事情需要施以密成，现在的铺垫不是慢，而是为了后面真正起飞打地基。很多狮子接下去金钱态度也会改变，比如说你会明白钱不是靠冲动，而是要靠一些机缘。在和钱相关的事情上，你会变得明显谨慎很多，也更愿意去搞清里面的规则和流程，尤其是一些你并不熟悉的领域，在法律、合约、制度这些东西上，一旦没有看清，反而容易成为限制你发展的地方。所以呢，2026年其实不太适合盲目扩张，恰恰这一年非常的关键，因为它是你为未来几年做财富决策的年份。你会认真开始思考投资这件事，规划自己的理财路径，慢慢跟上趋势和风口。那到了下半年，整体运势都会明显转好，财运开始上扬，投资运也会随之打开。不管是股票、基金还是其他的理财方式，都会比上半年顺遂很多。有些人呢，会在明年迎来升职加薪，个人能力被真正看见，你做过的积累有可能会开始被认可。很多狮子会开始意识到，是时候停止一些不必要的冲动消费了，把钱真正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像是自我提升、长期规划，或者是一直你很想做但是以前不舍得投入的方向。你会越来越清楚，钱不该只是解决眼前，而是要放在更长线的事情上。很多人的能力口碑可以变现，合作和客户也会增多，你会受到眷顾，赚钱呢也会变得更加顺利。尤其是明年木星进入狮子，你会感觉自己讲故事的能力会变得更强，不管是课程、咨询，还是内容传播，或者是跨文化和网络相关的事情，都有机会带来收入。不过在合作这件事上，依然需要你多留一份心，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忽略对方的需求，而且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产品和服务本身很好，但是市场反应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期待，客户也未必像你想象中那么好沟通，那么容易买单。而且在2026年，亲密关系和钱也会交织在一起，这是你明年绕不开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像是联名账户、两个人经济模式的调整，或者在分手离婚以后需要面对现实的财务切割。无论是财运还是感情，你都会迎来一种非常真实而且无法回避的升级，也就是被推着去面对更成熟现实的金钱课题。而这一切呢，最终会慢慢让你更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处女座在事业上呢，2026年你会明显感到工作和命运一起在加速重组，很多事情会逼着你跳出过去那套熟悉但已经有点僵化的职业框架，也会带来工作方式的转型。你会开始重新思考，现在这种工作方式还适合自己吗？以及能不能用更健康、更高效的方式继续走下去。这种转型不只发生在工作上，也可能体现在你健康的意识上面。比如说，你可能会意识到身体和工作节奏已经到了必须要调整的时候。2026年，你在工作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危机感，所以说非常想要去优化、深化技能，建立护城河和竞争力，或者说深度打磨某一项技能去精进自己。明年不太适合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也不大适合大刀阔斧的扩张，而适合静下心来深度打磨一项你已经在做而且确实可行的技能，把它做到更专业、更扎实。只要你肯在原有的跑道上面提升自己，接下去是能够慢慢跟上时代步伐的，这对你来说非常关键。而且你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也会有一些改进，比如说有一些处女座可能会开始主动改掉一些坏习惯，停止过度劳累，或者用更健康的工作模式继续发展。你也会感觉外界对你的评价正在改变，很多人会开始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是从事心理、医疗、咨询、科研行业的处女座，接下去呢也会迎来突破，因为你的直觉和疗愈力会放大，很多人会对心理学、能量学这些领域兴趣明显增强。2026年也是很适合加强团队合作以及客户联系的时间，有些人呢可能会吸引到一些新的粉丝或者做大账号等等，适合加强合作以及和他人的链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有很好的运气，比如说得到他人的帮助和赞赏，而且也适合你用专业技能来说话。有一些人呢会感觉到过去整整12年的一个人生周期正在走向尾声，你会隐约的感觉到一个阶段真的要结束了，而且新的开始呢也在酝酿当中。所以2026年很适合去疗愈、休息，或者整理一下你内心的一些方向，把不再属于你的旧包袱慢慢放下。很多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发生，但是其实命运已经在暗中给你铺路了。明年很多人会有一些暗中的福气，它不是很喧嚣，但是会偏向心灵层面的修复，给你带来人生旧篇章的一些收尾的剧情。只要你肯安静下来，把自己照顾好，把方向理清楚，那么接下去要开展的人生会比你想象当中更稳、更有力量。在感情层面，你的感情会迎来非常真实也非常关键的考验。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到底能不能同甘共苦。你可能会明显感觉到过去那种反复拉扯、消耗心力的关系正在慢慢过去，所以你的感情关系在明年会变得更加顺利一点。但是这种顺并不是糊弄过去的，而是你要做决定。你的潜意识呢会经历一次大洗牌，比如说清空那些过去给你带来伤痛、委屈和长期压抑在心里的这种情绪包袱。你会发现越是放下，身心越是轻盈，感情也就越顺利。上半年其实你的社交运是不错的，能够明显感觉到来自朋友还有社交圈子或者熟人的善意和接纳。有人会关心你、照顾你，也很容易建立起真诚的连接。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很可能会认识到潜在的情感对象，或者说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会夹杂着一些合作机会和贵人。那下半年你会经历一种灵魂的排毒，比如旧模式、旧关系里的控制、失衡、责任过多的问题会浮现出来，所以接下去你也需要放手、治愈，甚至转身离开一些给你带来包袱的人事物。2026年在亲密关系里，你的直觉会起到作用，比如说你会更清楚谁是值得的，谁又不值得。那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明年不是急着开始一段关系，因为看起来缘分并没有这么快。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说，也是需要从朋友慢慢做起，不是拼命抓住某个人，要勇敢地放下一些不对等的模式。等这些清理完毕以后，新的感情才会自然而然进入你的生命里。所以明年的重点不是要找谁，而是应该信任谁。有伴的人士呢，也会通过一些共同的经历去看清彼此的灵魂底色。财运上来说，你会明显感觉到2026年压力会变大，很多事情不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过去的，尤其是在钱这件事情上，你需要更加稳重一点，保守一点，因为有一些处女座会感觉到债务上的压力。所以明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好债务规模，不要被情绪或者一时的判断带着走。投资方面也需要特别谨慎，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冒险博短期收益的时间，更适合拉长战线慢慢来，而不是追求那些高风险或者看起来很诱人的项目。明年在合作方面也会有一些议题，比如说两个人需要共同承担一些风险，以及一些深度的连接。在这个过程里，你的边界感会反复被考验，所以只有把规则、责任说清楚，风险才是可控的。很多人也会感觉明年的偏财运并不多，额外的钱不太容易从天而降，所以开源节流会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更多的财运在明年还是集中在提升工作技能以及踏踏实实赚钱上面，而不是寄希望于投机取巧。2026年非常适合你修身养性，顺其自然。那从整体的财运来看，运气只能算是中等，并不代表没有机会，只是个人层面爆发的时刻还没有到，所以更加适合你通过合作慢慢积累。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适合规划长期投资路线的阶段，只是你可能会一边想规划，一边又拿不准方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个时候与其纠结，不如先学习做一些低风险的尝试，一步一步建立信心。看起来很多来钱很快的机会，但实际上并不适合你。相反，明年你越稳定，越是安全。
天秤座在2026年在事业上面，其实你会很注重经营伙伴关系，但是明年一定要记住3个词，就是耐心，还有契约感以及信任。合作这件事情在明年特别考验你识人的能力，而且边界一定要提前说清楚，不然很容易遇到那种画大饼不靠谱，甚至不断试探你底线的人。一旦选错合作伙伴，那么整个合作的节奏都会被拖垮。所以与其一开始讲情分，不如先树立规则，把分工、责任、权限都说清楚，反而更加省心。在客户和人际关系层面，你也会感觉到大环境不景气，比如说开拓不如以前顺利，或者有一些人只能靠过去的老本维持着。但这不是一个坏事，因为它会逼你去优化客户结构，留下接下去真正长期稳定有价值的合作对象，或者说对你非常忠诚的一些老客户需要维持好。与此同时，明年在学习和视野上也会有明显的突破，比如你会接触到一些过去没有碰到过的信息领域，或者通过旅行、出国、换城市打开新的认知格局。很多人呢也会经历居住地的改变，甚至2次迁移。那么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收尾，像是一段工作项目的结束，一个任务完成，或者某段合作关系呢也会自然而然走到终点，让你能够更加自由地追寻自己的方向。工作上你会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接下去会推动你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有一些天秤会有新的机遇，像是升迁、竞聘，或者受到提携，承接更有发展潜力的项目。你的能力会被上司认可，被外界看见。工作上可以说是可以持续累积成果的年份，而且明年你就适合大胆的去开创，去表现自己，或者参加一些行业和公开的活动。那部分人会迎来作品出圈、账号有起色，或者个人 IP 被看见，口碑也会慢慢的发酵，有更多的关注者等等，所以非常适合口碑传播，建立事业上的名声，这对你未来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有些人会有换工作的机会，而且你也会遇到对自己长期发展很有帮助的公司，换工作的过程也挺顺利的，新的工作可能会很适合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有很好的贵人运，甚至来自于上司和领导的资源和好处。如果想要创业的天秤呢，其实2026年是你很好启动的年份，就很适合把你的想法落实下来，去积累你的名气，大概率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是适合你长期发展的。但是你会在这个启动的过程中感觉到一些人事方面的卡壳，比如说合作伙伴不好找，你只能孤军奋战，或者说客户不太好开拓等等，所以需要慢慢累积信任，先把你的口碑做好。那么已经在创业的天秤座呢，明年是你事业规模有机会扩大的年份，但是需要好好关注合作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摩擦。下半年你的人脉会明显有爆发的感觉，比如说圈子变大，贵人运变多，社群变得更加活跃，很多朋友可能会给你带来直接的资源和机会，所以你也会找到很适合自己的人际圈子，发起合作，拓展你品牌的影响力。朋友和人脉会给你带来好运气，而且也会给你指引新的事业方向，适合你去广结善缘。你会发现你的梦想经过明年的发展，不再只是想一想，而是真的变成了计划，变成了现实。那么在感情领域，明年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感情不只是谈恋爱这么简单，而是一种会牵动你灵魂、激发灵感，甚至推动你人生方向的力量。可以说2026年感情呢，是不断的会出现一些现实考验的，在这个过程里，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关系和伴侣，而且很多人感情观也会经历一些洗牌，比如说不再追求只是浪漫的感觉，而是建立一种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慢慢找到真正适合你的相处方式。今年在伴侣关系、合作关系上都是你成长的核心课题。有伴的天秤会发现磨合明显变多了，你们之间会有质疑、有拉扯、有反复。如果愿意一起走过这些考验，那么双方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牢固，你也会对某份关系更加坚定，愿意坚持下去。虽然说2026年有一些考验，但是你也会融入很多包容，比如说你们会在一次次试探边界、确认底线的过程中更加清楚彼此是不是更加愿意共建未来。而且有时候你也会被某些瞬间打动，感觉到心软，但有时候你又会突然很想竖起高墙保护自己，所以就有这种上上下下的感觉。
但是这个过程也恰恰是你认真对待感情的一个证明。明年你依然会对爱情有很多幻想，但是呢，现实也会一次次提醒你，并不是所有美好的想象都能够落地或者修成正果。你会慢慢看清谁是能真正陪你走下去的人，谁只是短暂出现，所以你会更懂得识人。有伴的天秤会发现关系有时候还挺浪漫的，你可能会遇到非常宿命感的伴侣或者桃花，但是对方是来给你一些课程和考验的，而且在这些考验里呢，你依然会留存一些窗口和希望，并没有完全否定双方的可能性和潜力。那单身的人群会觉得机会并不完美，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但其实这更适合你去筛选，而且去有限的连接，不是勉强的开始一段关系。那社交上你也会越来越倾向于精而不多，不再对所有人敞开。明年你会很希望有更真诚和深刻的关系，而不是表面的浪漫。有些天秤可能会经历幻灭的过程，看清楚某些关系其实并不具备长期发展的可能性。还有一些人群可能会通过感情和孩子找到人生的方向。还有一些天秤呢，会结束一段秘密的感情，两个人终于说出真相。而且单身的人其实蛮大概率在明年会遇到暧昧的桃花，两个人可能会有很多沉默和断联的过程，或者不断的试探，但不会直接表达。所以如果是暧昧关系，在明年其实可能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没有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或者彼此没有勇气再向前迈一步。因为海王星的影响，有些人会对某一段关系某个人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的期待，疯狂的迷上某个人，但是可能会有幻灭感，对对方的滤镜会有所消失。就是某段暧昧关系呢，可能会在拉拉扯扯中看清彼此真实条件并不匹配，或者对方的性格底色和你并不合适，两个人不会有共建未来的可能性。那明年的感情需要你靠信念去坚持下去，有伴的人士需要且行且珍惜。部分有家庭的天秤也会因为子女和一些现实问题经历感情考验，但这也是彼此沟通的桥梁。或者你可能需要去照顾伴侣，承接伴侣带来的一些课题。那对于有些人来说，明年你也会感觉到小别胜新婚，或者去新的国度认识缘分，也可能会有和伴侣一起迁移移民的机会。那么在2026年，异地恋、外国人或者不同背景的人有可能会成为你重要的缘分。你也不会只关注感情中甜蜜的部分，而是这个人能不能跟你一起面对现实，走向未来会更加重要。那么在财运的部分，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亮眼的年份。不过也要提醒你一句，就是2026年的钱并不是靠急功近利赚来的，而是靠你的口碑、名气和专业技能来让别人主动愿意找你。那上班族有很多机会可能会慢慢向你靠拢，比如像是升职加薪、跳槽，或者是到更有潜力的平台和公司，那么收入自然有机会水涨船高。明年很适合你多关注个人的事业发展，特别是下半年，你的贵人运会爆棚，像是社群啊、人脉啊，还有团队合作或者是朋友，都有可能给你带来很多资源和钱，而且非常你适合去公开表达自己，也很适合你去建立事业、品牌、名声来进行粉丝变现。不管是做账号、做 IP， 或者是某个项目，或者是在行业活动里面，都有可能会有成果。所以就适合多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来曝光自己，对变现会很有帮助。但是合作方面需要注意，就是需要树立好原则和条款，不然的话就容易因为财务分配问题产生一些摩擦。2026年你的财运会和社交一起升温，新朋友或者是更高质量的圈子都会把你带到新的赚钱方向上。如果你是创业状态，那么扩大收入的机会很大，特别适合站在更高的视角去思考未来几年的方向，因为这是你事业更上一层楼的年份。但部分人呢，可能因为感情会有一些破财，比如说像分手、分割财产，或者在关系里面感觉到被拖累、被消耗。所以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与其把力气消耗在不对等的关系里，不如把重心放到自己身上，放回赚钱和事业上。明年整体来说，你个人发展潜力是很旺的，而且是明显大于感情关系的。所以当你把自己活明白、站稳了，钱和资源就会更愿意向你靠拢。那么天蝎座的人群，你会明显感觉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已经撑不住你接下去的人生阶段了，所以命运会逼着你慢慢调整作息，调整生活的优先级，把重心放到自己的身心灵上面。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琐碎很累，甚至有一些不值得，比如你会扛着本来不应该做的一些责任，
或者是别人甩过来的摊子，最后落在你身上。你也可能会一边做一边心里抱怨，比如说为什么又是轮到我？但说实话，这个年份就像是你一个打基础的年份，你拼的并不是速度，而是耐力，所以你会对长期稳定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工作上你可能明显感觉到有压力，比如更繁杂了，更累了，或者事情很多，节奏很快。很多时候不是你自愿想做的，但是必须有个人站出来兜底，你就会被迫去更高效的处理问题。你也更加清楚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要以后拒绝的。很多天蝎甚至也会感觉自己日复一日在重复一些相似的工作，但没有任何的长进，有种重复性劳动的感觉，这个在上半年特别突出。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必须要学会劳逸结合。如果透支自己，接下去身体健康也会有所下滑，比如说长期忽略的一些小毛病、慢性病和职业病之类的，明年都很容易被放大。如果你是创业者，那么会明显感觉到想法很好，愿景很大，但是推进起来速度很慢。很多初期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亲力亲为，比如说搭建流程、客户沟通，还有打磨产品之类的，可能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心里难免会很着急。但这不代表方向不对，而是这个阶段本身就不适合冲刺，适合打基础。如果你愿意把服务、专业和一点点灵性、直觉的想法注入到你的工作里，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2026年会悄悄地帮你实现工作上的重启。而且好消息是，下半年你的工作节奏会明显不一样，你会感觉到自己慢慢回到权力的核心，事业开始加速。很多之前看不见的努力，接下去终于被看见了，像职位有所提升，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而且个人能力会接下去受到认可，或者作品突然被更多人注意到，被转发，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你是做自媒体、IP 或者是个人品牌，那么下半年你很容易出圈，名声和影响力会同步提升。所以其实2026年你的成功来得会很快，但是要上半年耐得住性子，很快在下半年你就会看到新的希望和转机。如果你在换跑道，那么明年对你来说也是很有助力的，因为有可能会帮你站上一个可长期发展的位置。而且2026年也适合你认真思考家庭和事业如何双向平衡，开始寻找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所以2026年就是这样一个让你先熬着后面再起色的年份，你有机会出头，只要肯脚踏实地，在上半年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那么后半段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登上了舞台，或者说比你想象登得更高更远。那么在感情上，其实你会触及到根基的层面，就已经不是讨论两个人是否喜欢合不合拍这种问题，而是说会更加触及到两个人的原生家庭，或者说两个人对家庭的期待、居住方式，以及你内心深处对安全感的真实需求。所以很多天蝎会考虑自己到底想要怎样一个家庭模式，想要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生活。因为选择伴侣其实对你来说就是让另外一个人进入到你的私密生活领域，所以你也会感觉到人生节奏的把控感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些天蝎在明年可能会经历搬家、装修，或者是调整和家人的关系，而且你会发现家不再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而是你力量的来源。所以你会发现接下去如果想要把个人事业发展推到更高层面，那么在家庭上面一定是需要稳固和安心的。2026年其实也是你很深层的一个情绪疗愈期，你会慢慢的释放旧伤，特别是从原生家庭和过去关系模式留下来的一些惯性，有可能会被一点点松动。你会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用过去那一套方式去谈恋爱，或者去依附某个人了，因为命运会逼着你升级。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你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反而呢，家人和你亲近的人会成为你的中流砥柱，给你很多支持和鼓励，让你稳住。你会明显感觉到明年的感情一定会有一些大的剧情的，可能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或者是某一种突然的觉醒。那么这种感觉就像某一刻你突然间就懂了，比如知道自己要什么。这种觉醒并不是一种痛苦的觉醒，而是带有一种精神成长性或者是命运指引的感觉，就好像突然被点了一下，很多人就有所顿悟。那有些天蝎也会遇到比较有宿命感的桃花，或者和旧爱重新产生联系，重新对话等等。那么重点不是在于是否复合，而是在于你必须要决定这个人还值不值得你把人生交出去，跟他共建一个稳定的家庭根基。2026年你在家跟事业的平衡感中也会有一些晃动，比如说家庭责任是不可避免的，你也需要付出很多，而且家庭有可能会开始成为你的权力中心。
就是你会认真思考家里的权力分配，既不是一味的承担，也不会完全放任不管。有一部分天蝎其实在2026年有怀孕或者孩子相关的机会，那这也会直接重塑你家庭结构，让你对接下去责任和未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你的事业运在2026年会蒸蒸日上，所以你会比以往更加清楚，你并不想为了成功牺牲自己的家庭根基。如果某些机会到来需要你连根拔起，你反而会犹豫。所以很多人需要在工作机会和家庭之间去不断的权衡和妥协，甚至放弃一部分看起来不错的东西，只是为了守住内心的那份安定。那有些天蝎在2026年也会有出行运，也就是对外发展的机会，比如说考虑和伴侣、家人一起移民去异地生活，或者是把人生的版图再度扩张，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感情关系。那么在财运的部分，其实2026年整体运势是比较偏强的。说一句很实在的话，这是一个很适合认真捞钱的年份。接下去你会感觉到接触资源和金融相关的机会会变多，像是投资、保险、分红，还有一些补贴等等，有一些可能原本你没有放在心上的外部资源，突然间就进入到你的生活里了。那有些人也会通过合作拿到一笔收益，甚至带有一些意外的感觉。这个过程会让你很清晰的看到，钱呢是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去累积起来的。那也有一部分天蝎会在财务上有突然开窍的感觉，突然开始认真研究理财、资产配置，或者因为某个政策的变化、行业信息和别人的一句提醒，让你提前知道了一些利好方向。这种感觉就像是你不是在靠运气乱撞，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钱怎么流动。那有一些人呢，也会遇到一些意外的财务变动，比如像是资产的调整、账户结构变化，或者房子要不要卖，要不要换一种持有方式。那这种变化让你一开始可能有些不安，但是慢慢你也会发现自己在投资理财的思维上更加灵活，就是让钱不再是死存，而是更聪明的去运作。有一些天蝎其实有机会去尝试一些新的投资渠道，比如说科技相关的股票和基金、数字资产，或者是新兴产业相关的一些方向。而且从下半年开始，海外市场、跨国项目、像外汇、不同国家的投资机会也都会进入你的视野。只要你愿意把眼光放长远，那么机会就会真的在变多。不过呢，2026年其实你对稳定感的需求也是很强的，尤其如果工作上感觉有点累和卡，那么你会本能的收紧开支，更在意储蓄、安全和长期规划。所以有些天蝎呢也会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像是副业、学习、健康管理，或者是长期的身体保养。那么这些投入短期来看不一定马上会见效，但是长远是非常值得的。到了下半年，你的事业运会明显提升，机会会集中显现。所以像升职加薪、跳槽、创业、接到大项目，甚至是被资助、被选中，都会有可能发生。这种带有命运感的钱财机会会陆续出现，所以你之前看似在慢慢做铺垫的选择，其实就是在为这一波红利打开通道。接下去射手座，2026年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灵光乍现，有种思绪被打开的感觉，好像站在更高的视角看世界。很多以前没有想明白或者看不透的事情，现在一眼就明白了。所以呢，你会有一种思想升维、精神觉醒的感觉。你会发现世界正在不断地向你打开。在这一年里，语言和表达将会成为你接下去核心力量。你会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很多事情之前之所以卡住、拖延或者迟迟没有进展，并不是你能力不够，也不是运气不好，而是你还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系统。当你说不清楚的时候，别人就很难理解你、支持你、跟随你。而2026年恰恰就是你重建升级的时候。有一些人呢，会突然对写作、教学或者是分享、媒体，还有像内容创作之类的领域产生很强烈的兴趣。哪怕一开始只是随手记录、随口表达，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原本只是兴趣的东西，会慢慢转变成你的资源、机会，甚至数字资产，很适合你去主动学习或者更精准地表达观点。接下去也很适合你去考证或者修一些课程，提升自己的专业背景，来让你的观点变得更有说服力，或者资历背景更雄厚。
而这些看似基础甚至有点慢的努力，其实就是在为你接下去5到10年的发展打地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你带来回报。2026年你的合作运其实也不错，你会遇到一些人，他们的一些话和角度还有一些灵感就能够点亮你，让你的想法源源不断地被推动。所以你的事业模式是需要一种高度链接的，比如说在网络、社群、媒体和合作关系里面不断穿梭，和不同的人和能量去接触，去融合和碰撞。每一句话或者是每一次和别人的对话都会无形中拓展你的事业边界。很多射手呢，在这一年也可能会有被关注、被看见或者作品被转发的情况，或者去搭建你的课程系统。你的表现也有可能被领导或者平台注意到，而且呢，这种事情来得会很快，甚至毫无预兆。进入下半年之后，你的能量会更加外放，非常有利于旅行、出国或者去深造。学习语言也适合去跨境合作，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想要去走得更远，看得更广。那有一些人呢，会加入国际的一些项目，把你的想法变成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而且你的事业也可能不再局限于本地，有可能会通过互联网或者媒介的方式向外展开。随着你视野的打开，你会比以前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心态呢也会变得更加乐观通透，而且也更愿意去构思，去落实理想中的生活蓝图。你会深刻地体会到思维和语言的力量。只要你愿意持续精进写作、教学、传播，提升沟通能力，那么有可能接下去你会让自己拥有更加扎实的背景和更强的专业度，就会给你带来这样一个曝光、合作和作品产出的舞台，这些都会成为你接下去长期发展的重要起点。那么在感情和人际上，你会明显感觉自己也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就好像翻开了一页新篇章。你不会再用过去那套方式去谈感情、处关系，而是学习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去连接。有些人也会有一些很偶然的剧情，比如偶然的相遇，或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对话，却让你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有缘分、好巧，或者是好像早就认识的感觉。那也有一些人会发现，原本你很熟悉、很稳定的旧关系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双方会用更新的视角去看待彼此。你的恋爱呢，在明年你是有一些期待的，而且你内心是打开的，有可能会有一些远方、海外或者异地的缘分，桃花对象和你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背景和成长环境，但是呢，却能在精神层面和你深深产生一些共鸣，让你感觉到一种灵魂相连的感觉。那这种关系就会突破你以前对爱情的定义，让你意识到爱情不仅仅是激情和吸引，也可以是理解和共鸣。对有一些射手来说，你可能会遇到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对象类型，比如对方的国籍，或者是他的年纪和从事的行业和你差别很大，你也会有透过对方去打开新世界的感觉，了解原来不属于你圈子的一些信息。但与此同时呢，2026年其实你的感情并不轻松，因为你需要学会好好沟通。一旦沟通出了问题，很多小误会就有可能会被放大，甚至演变成争吵。感情里呢，你会有同时理想化和现实拉扯的感觉。一方面你会有一种梦幻和期待，另一方面呢，可能你也会被现实反复提醒，告诉你这不是一个适合追求短暂心动和激情的年份。而且你也会变得更加务实，在意关系能不能稳定下来，走进现实生活。如果不符合现实的感情，很容易让你迅速冷却下头。你会发现自己在感情里面考虑的很多，也更犹豫了，不再那么容易被单纯的情感热情打动。你会更加重视细水长流，耐心经营。而且很多射手，其实你的感情运在2026年并不会马上见到结果，很多人的感情态度会变得更加成熟、更慎重，因为你会开始追求承诺、有现实可行性的恋情，而不只是谈感觉。而且你会发现你讲的话很有影响力，可以温柔的去改变对方。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也会接下去学习如何在亲密关系里沟通。那对于已经有孩子的射手来说，这一年也是亲子关系的转折期，因为你会更关注孩子的精神需求、教育理念和互动方式。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特别需要照料或者处理的课题，让你感觉到辛苦和疲惫。
但是你也会在这过程中体会到一种无条件的付出和深层的爱。只要调整沟通方式，亲子关系反而有机会变得更好。你不会在2026年很轻易的开始一段关系，或者容易动心，但一旦进入就会很认真的思考彼此的未来。有些人会经过意外邂逅走进你的世界，还有一些人呢，也在你的思考和权衡中会慢慢淡出。所以这一年是充满了一种微妙的氛围的。在财运方面，2026年你的机会很多，而且越是走出去，钱越容易流向你。你会明显的感觉到2026年钱不是死守一个地方慢慢攒来的，而是随着你人脉链接合作在流动。整体财运呢是很旺的，尤其是偏财运和合作之财会比过去几年要活跃得多。很多射手会发现投资理财还有像项目分红这些事情会给你带来更扎实的回报，非常适合你去主动规划财务结构，比如说研究税务怎么优化，保险怎么分配，还有像定投之类的，或者系统性学习投资。有些人也会有短期的暴利，比如因为运气买到一些投资标的，资产增长很快，收获颇丰。那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意外的金钱流入，像是投资收益突然到账，合作项目分红，或者变卖旧资产来的一笔钱。也有可能是因为别人引荐资源，牵线搭桥，让你接触到新的赚钱渠道。所以呢，2026年你的财运就有一股很明显的外部力量，就有机会通过别人带来的机会、信息或者平台给你打开了一扇门。接下去内容创作、课程、咨询、出版还有跨境业务这些方面也特别容易变现。你的赚钱方式接下去非常考验你对世界的理解、经验，还有你的认知能力，尤其是下半年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远方呢可能会给你带来钱财的机会，比如像是海外市场、跨境合作、国际客户，还有一些全球渠道之类的，都会慢慢进入你的视野。像是企业出海、移民相关的机会，或者是配置海外资产，你会发现只要格局一打开，那么财运也会跟着旺起来。这跟上半年的能量不同，上半年就特别适合你多去合作，因为容易遇到不错的合作关系和贵人，大家一起共享资源，签订合约，为后续的财富增长铺路。在整个2026年，其实你在信息和数据层面的敏锐度是挺强的，能够更快地察觉到市场变化，发现新的财富机会。这种投资收益、业务扩展以及外部的资金支持呢，会让你在2026年现金流明显改善。部分人也可能会感觉到债务压力减轻带来的轻松感，而且你的财务结构会变得更加健康。也不排除有一些人会通过家族资源、婚姻或者是合作关系获得一些资金支持。整体来看，你的财富在2026年是非常幸运的，有机会实现不错的增长和积累。接下去摩羯座，明年对你来说，事业上最大的变化不是赚得有多快，而是你的长期性和适应能力。你会慢慢发现，过去那种靠拼还有硬扛，或者是消耗自己去换结果的模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了，也不适合接下去的环境。所以很多人会开始用一种更加自由和踏实的方式去赚钱和生活。2026年你的关键字就是稳中求变，你会被迫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到底为了什么在赚钱。那么这个问题一旦被点亮，你的事业方向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也会考虑那种让自己安心的事业，而不是表面看起来风光，但是内在会带来焦虑的模式。工作上你可能会有工作系统的革新，比如说开始优化流程、简化步骤，甚至推翻原来做事的方式，去寻找更加轻盈的模式。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死磕的赛道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了，并不是你能力不行，而是整个趋势在变，环境在变。所以呢，你也需要更新技能和商业逻辑。很多摩羯明年都不太愿意再用透支健康和牺牲生活来换成绩，所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你都有可能会调整时间表、工作节奏和办公地点，甚至呢彻底改变你的工作系统，比如说改成远程办公、项目制合作，或者是单点高价值业务，也有可能通过线上变现，或者是资源互换、兼职合作等方式来让自己的工作变得更加灵活，也更符合当下的自己。慢慢的你就会意识到，工作和赚钱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更有品质。那这种觉醒就会推动你不断去探索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而且有些人会发现自己隐形财富正在增长，比如说你资源整合能力变强了，而且工作里有可能会浮现出贵人，或者是长期的客户对你信任加深，团队协作呢可能会变顺，合作伙伴之间分工呢也会越来越精细。所以有很多看不见的钱和资源，其实可能会成为你接下去事业真正的底气。2026年你的合作运非常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很懂你或者愿意深度合作的人，他们呢有可能是你的客户，或者是你导师和同行，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会分辨出谁是可以陪你走得远的人，所以你就很愿意花时间去深挖一些合作关系的潜力，在这个过程中去建立更稳固的互信结构。而且你会发现自己的沟通方式变得更加锋利了，但是这种锋利不是攻击性，而是一种更清楚边界和敢于拒绝的能力。很多摩羯呢不会再勉强自己接不合适的合作，或者为了面子和焦虑点头，这种果断呢会让你反而打开新的好运。2026年并不是一个适合单打独斗的年份，或者说疯狂去扩张，而是要学会借力整合资源，来让你的事业变得更加健康长久发展。当你用很舒服和安心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你反而会发现真正适合你的机会自然就会走向你。那么在感情层面，对摩羯座来说，你的根基和家庭安全感会成为生活的重心。很多人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需求，那就是渴望宁静、稳定和心灵上的安全。你会对家庭生活还有结构呢有一些深度的思考，有可能是空间上的调整，也有可能是一种生活节奏和责任的重新规划。生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琐事需要你去处理，有可能是家人的健康问题，或者是你需要维护你的房子和居住环境，也有可能是伴侣和孩子的需求。那这些事情有些你可以掌控，但还有一些完全不在你控制范围内。比如说家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的状况，需要你额外投入精力去协调和处理。那这个就会让你感觉到很忙碌，甚至有一些束缚，好像为了家庭牺牲了你自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但与此同时，这些经历也推动你建立新的规则，调整关系结构，让你慢慢能够找到属于内在的安全感。对于一些摩羯来说，明年也有可能会触及一些童年的议题，比如说你会回顾过去的一些情感创伤和未解决的家庭问题，这些痛苦和困扰其实是疗愈的契机，你有机会重新修补自我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从而建立更加坚实的自我，也让你的感情变得更稳定、更有温度。而且在感情上，其实你还是有很强烈的缘分征兆，有可能你会遇到真正影响你价值观的人，而且这种影响不是说表面的激情，更像是一种深层的情感还有灵魂层面的一种滋养和连接。对方有可能会让你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亲密，而且你也会感觉被他人支持和看见，你会体会到互相依赖和信任的关系。所以2026年你还是很有机会建立一些深度的连接，这有可能是友情，也有可能是爱情。有些摩羯就会发现身边有人默默地在关心你、照顾你，给你提供情感上的温暖，甚至给你带来资源和实际生活中的好处。那这种细腻关怀会让你感觉到很踏实。而且明年有一些旧的友情和爱情桃花也有可能会回到你的生活中，但是这次你会用更加成熟和理性的方式去对待，不再被过去的情绪牵着走。你也能够分辨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过客。那总的来说，明年你的家庭生活和情感重心都会围绕着安全感展开，无论是恋爱、结婚还是单身状态，你都会很深刻的思考什么样的人会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感，以及你想要的生活空间是怎样的。那这种意识就会让你学会慢下来，因为你会明白真正的安全感不是依赖外界，而是自己建立的。所以你也会去倾听自己的身体和内心需求，拒绝不必要的消耗，用更加踏实和温柔的方式去爱自己和他人。那有一些人也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是生活本身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其实是在帮你重建你生活的基础。你会感觉到2026年是你人生下半场的一个起点，因为你正在建立一个全新的自己，特别是全新的一个社交圈子和你的情感连接。那么财运上，2026年对摩羯座来说是你自我价值和财务觉醒很关键的年份。你会感觉到一种很强烈居安思危的意识，总觉得自己必须对金钱和自我价值保持高度的掌控，好像任何的疏忽都可能会影响未来的稳定性。很多人呢就会开始考虑建立新的财务模式，努力打下接下去更加坚实不可摧的基础。
而且接下去你也会理解，财富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长期布局开始的。所以这几年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打地基的阶段。2026年很多摩羯也会格外关注家庭责任，因为家庭也是你财富和资产重要的支撑。很多人有可能会去处理一些和房地产相关的事务，比如说像翻新旧屋、修补房屋，或者是重新规划居住空间，甚至进行出租或者是投资房地产。但与此同时，在工作上你也会留出自己的梦想和创造的空间，并不会把生活完全绑死在实务之中。而且你会发现你的专业能力会直接影响到财富增长，所以你会被迫升级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很多人会意识到专业就是钱，无论是学投资还是提升职业技能，或者是理解接下去的税务系统、处理财产、管理家庭资源，都是为了建立属于你长期的财富体系。而且很多摩羯呢，有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就比如说可能会发现新的价值洼地和属于你比较独特的一种商业模式，从中去挖掘有利可图的空间。而且很多人在明年也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情感和金钱绑定的事件，比如说和伴侣的财务整合、共同管理资产，或者是解决一些债务问题，也有可能会获得一些补贴、继承或者是一些额外的偏财。2026年呢，你会感受到很强烈资源整合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会给你带来非常实际的好运，尤其是下半年非常值得期待，因为你的偏财运很亮眼，有可能会通过股票、基金，还有一些投资项目、分红或者是合作回报来获得收益。你也会遇到一些愿意支持你的人或者是合作伙伴，他们有可能会帮你优化税务，提供你资源，甚至是分享资金和技术。那么2026年呢，你可能会有快速的暴利，但是也要去注意深度整合、长期布局，也可以适当做一些资产重组。那这些努力呢，有可能短期内看不出成效，但是在未来10年会给你带来很强劲的财务稳定和成长，而且你会慢慢的掌握财富上的主动权，来缓解长期的焦虑和不安。通过这些努力呢，你会意识到钱不仅仅是物质资源，更是一种生活质量和安全感的体现。所以你对财富的这种深层觉醒，也会让你接下去在感情还有家庭事业上都很有底气。很多摩羯会在这种稳扎稳打资源整合中看到收入增长的新机会，有可能是加薪、奖金，或者是生意扩张，以及长期投资获利，所以会给你带来很全新的财富体验。甚至你会突然意识到某项专业技能或者你某一个洞察力可以变现，而且只要你有长期的规划能力，你就是在为未来10年的财富王国铺路，让钱接下去为你成长。水瓶座的人群在事业层面，可以说2026年是非常有创造力和表达力的一年。你会用全新的方式去展现自我，你的个人魅力和思想都会快速显化，让周围人都感觉到你身上闪耀的能量。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模式、沟通方式还有学习路径都迎来很大的变化。接下去呢，要去打磨你的表达能力还有写作能力，有些过去被忽视的问题，或者你沟通方式上面的一些固有认知，在明年可能需要被修正。因为冥王星进你命宫的缘故，所以接下去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感明显增强，会给你带来很强大的个人磁场。你会比以前更加清楚自己要什么，也更有个人的坚持。那么有可能会在别人眼中显得很固执，但是你也知道这是你最适合的一条路。接下去2026年呢，你还是会有很强烈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很多水瓶会主动的去升级自己，还有创造力去塑造自己的命运，所以这是一个思想显化的时间。那么下半年你会尤其感受到关系和合作的重要性，有可能会出现事业合伙人、重要客户，或者是某个关键的人，就好像被宇宙安排好一样，会给你事业带来推动力，让合作共赢成为现实。而且2026年你的创造力和灵感就像潮水一样涌现，不管是艺术、娱乐还是思想输出，你都能抓住别人抓不住的点，让自己的存在和作品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有些水瓶呢会开始写作教学，或者是公开演讲，甚至主持一些社群，你会用不一样的角度去展现自我，建立新的影响力，而且你的声音会被更多人听见。2026年呢，你会关注如何去建立知识结构，升级技能，或者说优化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你会遇到一些瓶颈，感觉需要补充一些技能证书，或者学习新的知识，或者提升语言技巧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你在表达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限制。
有些做自媒体的水平有可能会遇到像是限流封号，或者是需要去研究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技巧等等。你会感觉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表达技巧，创意并不容易直观地表达出来。但是只要你肯坚持你自己独特的路线，未来是可以吸引向你靠拢的人脉和资源的。在感情上，2026年日月食的影响会让你整个人的风格和气质都出现很明显的变化。你会比以往更加勇敢、诚实地面对亲密关系，也更清楚自己在感情中要的是什么。很多水瓶会感觉到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关系里呢，你也会很坚持自我，有自己的底线和路径。不过建议你也要放下过度独立的旧人格，因为过度独立有时候会让关系进展受阻，甚至让别人以为你不需要他人。2026年你也会很注重在关系里的沟通和心灵交流，但是人际关系上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沟通误会，需要时间去解开。特别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话可能没有说开，就容易积累在那里，导致一些错过和遗憾。只要你愿意放慢节奏，认真倾听对方的想法，明确的表达，那么关系就会变得非常柔软和贴心，就有疗愈的可能。2026年你对爱情的理解也会有新的升级，更加自由和轻盈，同时也会很坚持自己的底线。你会很在乎在关系里面保持独立的个性，但是只要你愿意允许别人接近，那么2026年你可能会有一段非常热烈的情感经历，尤其是下半年是你最关键的时期，你很有机会遇到值得长期交往的伴侣，有可能是新恋情，也有可能是旧关系的改善，看到彼此的努力和成长，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希望和正向的变化。对于已经有伴侣的水瓶来说，你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加成熟和谐，而且能够共同成长。所以整个2026年你的感情功课就是学习在不放弃自己人生主旋律的同时实现合作共赢。那很多水瓶也会在明年考虑同居，或者是确定关系，甚至是走到结婚。而且你会有意外的惊喜，给你带来命运的感觉，有可能以很戏剧性的方式脱单。关系的发展就好像水到渠成，非常顺利。那在财运的部分来说，其实这是你非常值得期待的年份，特别是职业技能优化和合作上，你会有明显的能量提升。你的努力是很容易直接转换成收入增长的。如果你主动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技能，甚至是找工作、换一个新的公司、开启副业，以及主动去提升一些新的知识技能，调整自己的定价标准，也可以试着去投简历，或者在现有的岗位上去开拓新的机会，都会有很大的收获空间。那么2026年也适合你去多多合作，独自努力虽然也有效，但是真正让你财运打开的还是合作关系带来的机会。尤其是下半年，无论是合伙创业还是项目合作，或者是你工作中遇到的伯乐和贵人，都能给你提供资源和机会，帮你打开思路，也带来一些新的收入渠道。创业者呢，会感觉到事业慢慢的螺旋上升，因为你的客户群和人脉网络的扩张尤其明显。那么上班族呢，有可能会面临跳槽、加薪或者重新找方向的机会。2026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你的智慧和魅力都会被放大，让你在职场上更有主动权，也更清楚自己想要的方向。无论是你新的定价还是新的项目，都有可能会因为合作的稳固而加速落地。对于求职者来说，其实2026年是明确方向、做出决定的好年份，因为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模糊，也不再犹豫，你会真正成为自己的人生引导者和财富创造者。最后，双鱼座在事业上呢，2026年是你慢慢把模糊想法变成清晰路径的年份，因为土星海王星已经离开了你的命宫，接下去也不会再回来，所以你会发现自己开始走上一条更加独立、贴合自身节奏的道路，而且你会更加相信直觉的指引，也会更坚定地追随自己梦想之路，慢慢地朝期待的方向前进。尤其是春秋两季的10象，会促使你在个人和工作中做出重要的决定，有可能是关于职业方向，也有可能是生活安排上的一些选择，让你必须拿出更明确的态度。2026年潜意识深处的觉醒呢，会比以往更加强烈，你会感受到命运的召唤，好像很多事情已经安排好了，就等着你去落实，会推动你把灵性转换成现实的成果。上半年呢，特别适合你放慢节奏，允许自己享受舒适和休闲，不用急着向外去证明什么，
相反，在温暖的情感联系、陪伴还有生活的美好中，你会感受到很强烈的力量。这种调整会为你内心积蓄能量，也让你下半年能够更清晰地进入工作轨道。那么下半年呢，你的工作节奏会明显加快，新项目可能会陆续启动，有可能会增加你的工作量，但是也会让你更自信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把眼前的小事都做好，你会发现梦想正在一步步靠近。对于求职者或者是想要换跑道的双鱼来说特别有利，因为你会开启很多新的机遇，有可能会找到和自己性格和节奏比较匹配的岗位。只要你能够保持规律的作息，调理好身心状态，就会让你好运加倍。也特别适合那种把灵性、想象力还有你专业结合起来的工作模式，有可能帮你实现长期稳定的收入。不过虽然说事业总体来说是蛮积极的，但还是要警惕隐藏的一些焦虑感、自我怀疑，还有工作中的一些小人和敌意。这些看不见的因素有可能会无形中影响你的执行力和团队互动。如果不及时处理呢，有可能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对于创业的双鱼来说，2026年非常适合你去扩张自己的团队，或者雇佣一些下属，有可能会找到得力助手。有一些双鱼可能会有升迁的运势，这样让你腾出很多精力和时间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你也会很容易适应接下去的工作节奏，你会有一种被工作滋养的感觉，而不是被工作绑着走。在事业进步的同时，你也会在2026年更享受当下的生活。那么在感情上，整体运势非常的温柔和滋养，不管是单身还是有伴的双鱼，都能够明显感觉到来自他人的关心、温暖还有亲情。单身的人士特别适合去谈恋爱、结缘，有可能会在社交活动或者是兴趣聚会还有旅行中遇到让你有安全感的人，而且他们也会点燃你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你释放爱。非常适合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者参加一些兴趣小组、朋友聚会，还有一些课程、读书会、旅行之类的。这些经历不仅能够丰富你的闲暇生活，也有机会认识潜在的恋爱对象，而且你会感受到约会的甜蜜，感受到那种温情和浪漫交织的感觉。部分双鱼会很顺利的脱单，开始一段稳定而甜蜜的恋情。而且这种感情的稳固往往来自于日常的照顾，还有生活上的磨合，以及彼此很真诚的付出。这种情感连接不是世俗上面的那种条件，而是你会发现对方能够激活你内心充盈的情感，彼此的链接非常真诚，这比任何的物质丰盛都让你感觉到幸福。那对于有伴侣的双鱼来说，2026年的情感同样也是很甜蜜的，你可能会和伴侣体会到很多当下的美好、小确幸之类的，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做饭、整理家务，或者是共享一些爱好、一起旅行之类的。就这些看似很平凡的时光，反而会让你们关系更加稳固，体会到那种深刻的幸福感。而且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真心对话的机会，只要双方能够更诚实的表达，那么关系就会往下一步推进。而且下半年你的工作节奏会加快，变得更加忙碌，感情呢反而会因为共同的忙碌而更加稳固。所以接下去你们也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一些默契和支持，让彼此成为对方的帮手。还有一些双鱼可能会迎来怀孕的机会，或者有孩子到来，让你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家庭的快乐。你可能会在有些时候还是会想要撤退、整理生活，或者是关注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这种自我调整并不会削弱你感情上的联系，反而会让你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2026年就是有这样一种在信任和真诚中构建长久温暖的感觉，让你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中依然能够享受到爱和被爱的安全感。那么在财富领域呢，对你来说2026不是一个追求快速收益的年份，相反呢，更适合用不急不躁、稳扎稳打的心态去面对金钱。海王星的影响会让你在财富的创造上需要更多依赖你的直觉和想象力。那有一些双鱼就可能会通过疗愈还有精神性和一些创意相关的行业找到机遇，而不是靠投机和高风险冒险来赚快钱。而且你会感觉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非常重要，如果过于专注赚钱，反而会消耗你的灵感和精力，产生一些内耗和焦虑。比如说在现实中，有一些人就会感觉到收入的压力，有可能是原先的收入模式或者是消费习惯被打破了。所以接下去其实你也要警惕那种慢性的财富流失，比如一些不必要的包月会员被遗忘在角落，但是每个月还在扣钱，
或者是一些订阅服务、隐形开销，都在不知不觉中耗掉你的现金流。你也会明显感觉到经济环境的不景气，收入提升是受限的，尤其是家庭和子女方面的开销，有可能会增加你的财务责任，让你更加意识到规划的重要性。那在这样的环境下，你的金钱观就会变得更加务实，你会思考如何用梦想去换取可持续的收入。虽然在这个过程里，你可能感觉到耐心被消磨，甚至偶尔质疑未来是否有稳定的物质保障，所以稳健和长线布局会是明年的关键词。那么下半年你的工作运回暖，部分人会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或者在现有岗位上看到明显的成长和进步，能力和业绩都会被认可。这些成长多数是积累性的，不会马上变现成为你的高额收入，所以你需要把这个时间当作技能培养和长期积累的阶段，而不是期待立刻的物质回报。那么在投资上，2026年也非常不适合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因为任何的冲动行为都可能会导致你直接的损失。非常适合去稳健的做一些长期布局，比如说改善你的居住资产，翻新老房子出租，或者是优化使用，也可以想办法去创造一些新的现金流，比如说像是副业，或者是在专业技能上做深耕，确保未来会有更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生活上，你也会发现自己更加懂得享受当下的小确幸，适度的购买喜欢的物品，培养兴趣爱好，或者是投资子女的成长，这些也都能给你带来心灵上的满足感。只要花费在合理范围内，这类支出反而会成为你明年生活质量和未来积累价值的锚点。好啦，这就是2026年12星座年度运势解析完整版。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记得订阅频道、点赞、打开小铃铛，这样不会错过未来每一期的星象解读。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受。我们下期再见啦！